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这个小时仍然由我谢汉斌为您代班主持。那今天介绍这个小时的3位来宾，第一位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是台大教授苑举正，韩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是前退役少将厉正杰，还没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现在国际上的局势到底演变得如何呢？美国学生现在是不是连书包都没得背了？因为川普年轻人的支持度大崩跌了。那美中目前贸易沟通陷僵局，那大陆建议派特使对话，没点王毅不合适，首选人是他选谁呢？美国倾向由川普直接与习近平就关税谈判，但中国认为风险太大，建议派特使展开对话。那美方首选的对话人之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而且不认为王毅是合适的人选啊。那南华早报说，美国年轻人对川普对华关税政策不满，尽管选举年出现了反弹哦。那川普关税争端颠覆那些已经习惯了快时尚 TikTok 影片和玩 Xbox 的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啊。那有经济学人就说，上个月57%的18到29岁的美国人表示不认可川普担任总统的执政，相比其他年龄层不满意的增加幅度是最大的。那川普大选的时候，年轻人民调大胜哦，但是现在已经反了过来，才短短3个月的时间哦。然后贸易战抽走了圣诞树吗？美国企业说对华145%的关税，导致多缴106倍的关税啊。那这个是一个行政总裁他说暂缓实施对华关税90日，让已经向陆生产商缴付定金的订单能够完成及运往美国，否则今年圣诞节美国将出现严重的圣诞树荒啊。那美国小孩是不是要哭了呢？准备要为国家牺牲了吗？因为美国的玩具厂被关税玩完啊，恐怖悲惨命运啊。他说，玩具协会说，目前美国贩售的玩具80%是在大陆制造，那无法承担更高成本的制造商只能将成本转给消费者或直接停止生产，这可能会危及至关重要的假日购物季啊。那美媒非常讽刺的表示呢，川普向美国孩童们传达一个讯息，准备为你们国家做出牺牲，孩子们听见了吗？那美物流业的从业人员说，美学生8月返校可能会买不到书包啊，美国人担心几个月后空调都没有办法修了。那这个是产业数据分析平台的负责人表示，7月空调坏了，但是零件短缺，人员无法维修。8月初，家长们去给孩子们买书包、学习用品、电池、营养品，可能会通通都买不到啊。那美国 Tony 吐槽关税涨了，理发的人变少了，关税让美国人连做发型都变贵了。他说，销售的假发片和全头套假发有90%是从大陆进口的。我几乎每天都打电话，试图找到减轻关税冲击的办法。近期来店里理发的顾客已经越来越少，这个连理头发的都会被影响到。那关税战让可乐跟珍奶面临危机。那川普打击到美国人的小确幸啊，珍奶跟可乐这些日常饮品面临价格上涨与供应不稳的危机啊，因为它依赖全球化的原材料跟生产链，成关税战下直接的受害者。那 China Shopping 变成潮语了，这个美关税催生中国货代购潮啊，这个 Shein、天幕等部分的商品呢，价格上涨40%到1倍外。那天幕还从中国直接发货的商品基本已经消失了，催生了中国货的代购潮啊。这个 China Shopping 这个词啊，因利乘便在美国爆红了。那美国消费者其实才是真正承担这些关税这个大幅度上涨，还有包裹免税取消的。更高的价格、更慢的物流，这些都是消费者必须要去承受的。路透社就说，那此举迫使一些电商平台必须重组物流体系，提高商品售价，加速在美国建设本地仓库，以避免高关税的直接冲击啊。这意味着更高的价格、更慢的物流，消费者在为这项政策买单啊。那美国经济学家就说，美国约48%的小包裹寄往了美国最贫困的地区。2021年，美国最低收入家庭在服装上的支出占其收入份额是富裕家庭的3倍多。那最后一批中国商品免关税货船本周入美，那中国货物占洛杉矶港近半数的业务啊。那这个洛杉矶这边呢，它来自大陆的货物约占洛杉矶港业务的45%。那随着美国关税政策导致企业削减进口订单，最后一批再有免关税大陆商品的货船陆续入港后，未来一段时间内，洛杉矶港的前景不容乐观呐。那加州洛杉矶港是最受冲击的一群，当地本来每天收取大量来自中国的货物，现在货量大减，预计下周来货量
将重挫35%啊，码头也变得比平时安静了。洛杉矶港执行董事也说，你能听到针掉到地上的声音啊，已经安静到这种程度了，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啊。那请问一下邱议员，你的看法是什么？我先谈特使哈，基本上中美之间的关税贸易真的陷入了僵局。川普当然非常的急呀，因为这对美国的经济的冲击实在是个灾难，但是他又为了面子，他又没有办法放下面子向中国求饶，所以现在就陷入了一个双方之间没有办法谈的僵局。因为中国说得很清楚，画了底线了，回到4月2号以前再谈，现在川普不可能同意，所以又放出了一个消息，说双方互派特使。但是要互派特使的话，美国又很怕王毅，因为王毅很硬，而且王毅了解美国的底细，所以美国就放出来说，他们想跟蔡奇来谈。蔡奇的身体也不是顶好，那么蔡奇也没有什么谈判的经验，他是个老实人。你跟蔡奇谈，他就是准备挑软柿子来吃嘛，所以中国也不可能同意。好，可是呢，美国又突然出了个怪招。他已经参议院通过，决定派这个帕托到中国来担任这个驻中国的公使。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川普的好朋友，跟蔡英文非常的好。2018年还来过台湾跟蔡英文见面，他也是在美国国会里面台湾连线的重要成员。他帮国防授权法啦提了很多的法案。他对台湾是友善的，他在参议院听证会的时候公开讲啊，他说他才跟那个川普谈过啦，怎么样阻止两岸之间统一？他在参议院听证会里面直截了当把他跟川普之间的这一段对话告诉参议员。当然了，很多反中的反华的参议员当然觉得这个人很硬很好，他可以对中国下马威。但是问题是，现在在中美关税贸易战正陷入僵局的时候，你派这个人到中国来当大使的话，你不是等于是让这个僵局更难以解开吗？好，那第二个我谈到最关键的问题，也是美国人现在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小额包裹的问题。小额包裹就800块美金以下，你知道啊，美国人多依赖小额包裹。尤其小额包裹里面，大部分的电商都是来自中国的货品，而且这些中国的货品既便宜又免邮，还可以退货，所以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些小额包裹的商品呢，它是进到了80%以上，是进到了贫困地区，尤其最支持川普的那些所谓的农民啦。红脖子劳工啦，他们平常生活都在依赖这些所谓的小额包裹的商品嘛。那你现在川普把小额商品的免税取消，然后继续又对他课取高额的关税，你知道这对于美国人民的伤害有多大？所以一定会引起剧烈的反弹嘛。在奥巴马时期，曾经要对小额包裹的这个免税啊，把小额从800块美金把它调整成400块美金，都引起反弹啊，最后只好再回到原点。那现在内阁会议里面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啊，你针对小额包裹要不要继续让它免税？如果不让它继续免税，那笃定在美国社会怨声载道，川普的支持率一定会继续往下跌。好，再者，美国现在整个生活里面没了中国商品以后，你知道生活有多大的不便吗？到美发店，他告诉你洗发精没有啦，他告诉你染发剂没有啦，他告诉你假发片也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啦。好，那再者，小孩连要买玩具都没有了，连圣诞节的圣诞树可能都买不到了。要夏天马上到了，然后要到海滩，那么去游泳，泳装没有了，本来也是 Made in China， 然后呢，在海滩的那个海滩伞也没有了。
现在生活上许多的不便啊，连高跟鞋、连雨伞什么都买不到了。好，最后刚才讲的是通膨的问题哦，下面是失业潮的问题哦。刚才主持人已经说到了，以洛杉矶为代表，已经说到了，那港口现在是一片空荡了，未来会更加的严重。你港口加上码头的装卸，到仓储，到货运，到物流，到零售，接下去就会发生一片的失业潮，既通膨又失业。这个我们经济学家叫做停滞性通货膨胀，这个是最大的灾难啊！马上来咯。现在第一季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是萎缩了，负的0.3%，这是刚开始而已。接下去的问题会更加的严重，而且美国每一年里面第一季通常是成长率最高的，然后接下来每况愈下，所以未来川普所造成的民怨会有多高，大家可以判断的。是，那现在情况看起来越来越不妙。那苑老师，你认为川普还能够坚持他的政策多久？停滞性的通货膨胀，简称为滞胀，由滞胀的人来代表来干了这件滞胀的事情啊。因为大家要了解，川普他根本就非常的困难。首先，第一个，大家要了解。这个川普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了美国总统的时候，你就是闭着眼睛，你啥也不干，也不至于弄到连40%都不到前100天啊。大家心里要了解啊，这个一般来讲，你刚上任的时候，新官上任3把火的话，他一烧把自己的民调整个烧掉了，40%都不到，这个是何等的严重。另外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你说川普第一次选上，选了一个又笨又坏的人呢，大家有缘可谅。他第二次又选上的话，美国有一半的人都是又笨又坏的。说一句良心话，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么严重的事情呢？因为大家要了解啊，刚刚邱委员讲得非常清楚啊，美国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取代自己90%以上的，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首先，世界级的假发，在河南有个专门做假发的地方，占据了全世界假发出口95%以上。那美国本身的话呢，这个假发本身对于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假发是整个美容的一部分。你加上假发啊，女生啊，化妆什么都有很多地方，而且大陆出现的假发就是各地的真的头发做成的，所以占比例这么高的情况下，所以那个 Tony 会讲到说，这生意完全不行了吧？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有2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那个川普本身，第一个的话，川普这个人呢，现在大家可以发觉他是有点自恋了啊，他的自恋。那川普呢，他这个自恋的情况下呢，因为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本来美国要吃定了跟日本的贸易谈判嘛，结果那个石破茂就忽悠他的话呢，派了一个不管部部长，叫做这个赤泽亮正啊。赤泽亮正人到了飞机上以后，才突然发觉川普自己要来谈判，那这个是何等一个不管部部长跟美国总统对谈，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川普这个人是完全不按照规矩来的，所以导致这个结果，他认为自己很行。但是对中国的话，因为我觉得中美贸易战之间是一个文化争议的问题，就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非常了解同文同种。你只要骗过我一次，你想讹诈我，你想跟我耍流氓，你想欺负我，门都没有。所以说大陆不是王毅不跟他谈，所有人都不跟他谈，你会觉得说蔡奇好谈，也没有这回事。他们上下心口径一致，怎么可能让你觉得有破口呢？这个是第一个要了解。美国现在会觉得说，我也会谈判，极限施压啊。外交场合哪里有来这一套的？大家都是谨慎，很谨慎的，对不对？很谦卑的。然后第二点的话，美国现在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因为我自己跟美国也去过好几次嘛，也了解一些情况。就是美国人会感觉很得意的原因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美国有贸易逆差，是美国人赚了大便宜我跟你讲，赚了什么便宜？首先第一个，为了要跟美国竞争这个市场东西就特别便宜，那更便宜。以前我小的时候打过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做出口的做塑胶花的。美国人查货是非常严格的，
你一定要好啊！他查完以后，美国人的好处是，一旦觉得你没问题，生意固定，就美国就会把这个所有的需求当成刚需。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川普定的时间很晚，现在刚好是圣诞节进货的时间了。是，那你开玩笑一大堆，美国人过圣诞节像我们过春节一样，对不对？你都该有的东西都应该有啊。像那个川普还好意思讲说娃娃不要玩30个，玩2个就可以了。不开玩笑，美国人习惯玩娃娃啊，对不对？说实在，我可以不玩娃娃，美国小孩怎么可以不行？然后第三点最重要的原因是，你本身原来做了这么多的决定的话，你没有考虑到最底层人的需求。川普完全是以亿万富翁的角度夸奖那是亿万富翁。那现在美国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生活的困难。我告诉大家，5月份、6月份会严重到圣诞节过后越来越严重。是。那厉将军，你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税谈判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正式开始？我觉得目前来讲看不到开始的时候，因为双方来讲现在的这种差距还很大哈。这个中国讲得很明白，就是说如果说你要谈有诚意的话，回到原点，4月2号那天开始，我们从那个关税的这种金额这个百分比，我们从那个角度来谈。但是美国现在的想法很明显的，他希望从现在川普所定的245%的这种关税往下面叫。我觉得这两边在叫价，这个几乎是说完全目前看不到交集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可能。那你说这个美国小朋友没有玩具，美国小朋友哭了。我还讲一句美国的大人这个崩溃了爸爸妈妈崩溃了，然后美国的小孩变笨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知道小孩没有玩具之后他那个2、3岁小孩那个体力之旺盛啊，你是想象不到的，你知道吧？他必须要玩，他一直不停的动，你不让你没有一个玩具给他玩。你知道就会变成什么结果吗？他把你爸爸妈妈当玩具他又玩你。那你想想看，你那个爸爸妈妈受得了那种2、3岁的小孩，这一天到晚不休息的，一直到晚上睡觉以前，他都在折磨你。所以爸爸开学连书包都爸爸妈妈就崩溃了。那为什么我说美国小孩会变笨？你知道所有这个小朋友其实人也是动物的一种。你看所有动物一定在小时候他开始学习，那个老虎啊什么，他们学习捕猎的技巧或干什么。其实小孩是从玩具之中来开发他的脑细胞，所以你必须要给他玩具。你看不管是说拼图啦或积木啦，事实上是有益于小朋友的脑部的脑细胞的开发。当你没有玩具给他玩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就没办法这个促进他脑细胞活动，就会变笨所以我说美国小孩没有玩具玩会变笨但我们看，如果说是美国希望说蔡奇来谈，我觉得找谁谈其实都一样，因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利益，那不是说蔡奇就可以做这个决定。我们现在看到日本好了，日本来讲，现在最新的消息美国跟日本也谈崩了。然后你知道之前来讲的话，这个我们知道日本来讲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武器，就是它拥有美债将近1兆1000亿美金的这种美国债券。那之前来讲，日本的所谓他财政部长叫做加藤胜信。他说我们不会拿这个国债美国国债债券拿来当武器。他讲得很客气，就是说我们好好谈，不要动到这个东西免得说是对美国伤害太大了。就没想到这次谈崩了，他谈判代表就赤泽亮已经回国了，你知道，谈崩了。就这时候这加藤胜信讲什么？他说我们会用这个国债，就是你日本我日本拥有你美国的1兆1000亿美金的国债当这个武器。另外还有一个国家也是东方大国，是这个拥有美国国债第2名。当我们2个国家联合起来的时候，看你美国受得了受不了。是，所以呢，现在看起来这个关税战争呢还没有停止的一天，我们大家还看不到苦难的结束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待会再回来。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让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国际时事那川普之前呢，不是有点半开玩笑的说，他其实可以来当教宗然后结果呢，5月2号呢，川普就发布了一张自己身穿教宗服的 AI 图片。那随后白宫还在 X 平台呢官方账号迅速转载了这张川普教宗图，然后结果呢，马上就爆红结果现在就川普教宗图已经变成爆红的迷因，那甚至被网友做成了 AI 的影片，直接在到处流传这个会不会有点太夸张？这个你身为一个美国总统，而且白宫直接做这种事情，这样是好事吗？
那川普上传这个 AI 教宗合成照，惹起很多争议呢。那教廷的现在反应也曝光了，在各界天主教信徒仍在哀悼方济各之际，川普上传这张合成照，被信徒们大批不敬啊。那教廷发言人布鲁尼拒绝对这张照片发表评论。那意大利前总理那个伦齐痛批这张照片太可耻，他发文写道：“这是一张冒犯信徒、侮辱天主教体制的照片，显示这个右翼世界的领导人喜欢当小丑啊。”所以这个反应还是蛮激烈的。那现在是等不及了吗？川普拟改原卡达747专机当空军1号，那整个奢华的内装也曝光了。波音准备更新现役空军1号机队的计划严重延宕了。那川普政府另寻方案，打算改装一架价值4亿美元、原属卡达政府的波音747客机，作为临时的总统专机哦。那里头整个布置非常非常的豪华啊，那极尽奢华之能事。内装由知名的法国室内设计公司 Alberto Pinto Cabinet 来操刀哦，包含蜿蜒的楼梯，然后豪华的地毯、皮革沙发等。照片看到金碧辉煌的金色墙面跟金色家具，风格让人联想到川普在川普大楼的豪宅，因为川普好像也是喜欢一切都是金的东西哦。是啊，然后美各界爆反川潮哦，那加州是不是要脱美亲中呢？那芝加哥活动人士集会反对川普政策，五一抗议活动持续3天哦。那五一劳动节已经过了，但是本周末芝加哥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一群反对川普政策的组织将抗议活动延长为3天哦。那甚至在里头，还有人在讲，我从未想过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样的美国啊！我们面临一系列不民主的政策，所以面对川普的这个政策，好像反弹越来越大，各地的这个星火燎原哦，到处都是反对他的声浪啊。那加州的州长 Newsom 呢？他也出来喊话，他说加州不是美国啊，他直接跟川普唱反调。他说我要对中国伸出开放之手，他不赞同川普对大陆所征收的高关税。那加州不是美利坚合众国，加州仍向中国和其他交易伙伴伸出开放之手。加州距离华盛顿特区2000英里，理念上我们是2个世界。我代表的是全美最不认同川普的一个州。哇，这个公然好像一副要脱离美国的样子。那像川普把贸易当武器，巴菲特说，美国关税惹怒75亿人是巨大错误啊！那巴菲特在波克夏海瑟威年度股东大会上罕见发表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明确批评，指出对其他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是巨大错误，更形容贸易与关税可能是一种战争行为，不应该被当作政治武器来使用啊！巴菲特说，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可能会对美国的长期利益造成损害。当有75亿人不太喜欢你，而有3亿人自鸣得意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不对也不明智的。那美国帝国是要走向末路了吗？这会葬送在川普手里头吗？那苹果的 iPhone 17会涨价吗？库克首度坦言，关税风暴确实来袭了。库克在电话财报会议提到，美国政府没有进一步调整对中关税政策的话呢，苹果预估第2季截至6月底，关税成本将增加9亿美元哦。那预期在6月的第2季中，美国市场所销售的大多数 iPhone， 其原产地将会变成印度。那大陆的管制效应。稀土价标，然后相关的这些价格都狂升了2倍哦。那日媒报道，截至5月1号，价格已经自4月初以来上涨2倍，达到每公斤850美元，然后甚至从每公斤965美元上涨到3000美元，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哦。那日经解析呢，川普政府破坏体制的3股力量，内部矛盾若无法调和，美国霸权可能走向终结哦。那日经华盛顿支局局长何浪武史指出，川普的黄金时代建立在3大这个思想之上，但这3种想法针对黄金时代的愿景却彼此矛盾。若川普无法解决矛盾，美国的双赤字结构又支撑不起全球的经济与安全体系，美国霸权恐怕就就此走向终结了。那马哈迪也说，美帝国走向末路会拦不住中国大陆哦。这个马来西亚的前总理马哈迪就说，中国拥有技术和能力来抵御经济放缓，中国整体市场规模比欧美市场总和还要大。那中国经济会继续增长，你无法阻止中国。那邱玉伟，你有什么看法？我先来谈川普这个人啊，川普真的是自恋成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川普的精神是有病态的。上一次啊，他不是也一样弄个 AI 图吗？让自己戴上了皇冠，他说他要做国王，他不是总统，他是国王。在百日演讲的时候，他又说，他不只要统治美国，还要统治世界。然后到了这个教皇方济各的葬礼的时候，人家问他，你认为最适合接教皇的是谁？
他说是他自己，让很多人以为这可能是玩笑话吧，没有想到他自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竟然又 po 了一个 AI 图，然后把自己弄成一个教皇的样子。那代表说他想做教皇的念头不是开玩笑，而是他头脑里面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他也自称呢，他是耶稣的弟弟，他都忘了他还有个兄弟叫洪秀全，洪秀全也是耶稣的弟弟啊。所以难道美国的走向就是太平天国的翻版吗？所以我越看川普，他越像在台湾2个人的综合体，一个叫唐日荣，另外一个叫黄任中。黄任中是好色，美女一堆啊，到最后因为好色而亡。那唐日荣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在他的空军1号里面，那么富丽堂皇的装潢，那唐日荣甚至厕所的马桶都是黄金做的。好，那现在呢，川普这么搞，但是美国人民最痛恨的还不止这样，美国人民最痛恨的是你在搞权钱交易、政商勾结嘛。先不谈川普，今天讲东，明天讲西，制造股市里面的起起落落。你单单看川普的儿子，大儿子有胡子的那个小川普，你知道这几天他人在哪里？他坐着包机，他到韩国去了。一到韩国，马上到了新世界集团的会长郑荣正的家里头，然后第2天，他跟3星的李在镕密会。更糟糕的是，第2天的下午，他聚集了韩国所有的搞军火的啦、搞造船的啦、搞钢铁的啦、搞汽车的啦，全部都来俯首听命，来向他请愿。他已经俨然就是川普在外面敛财的代表。上一次到格陵兰岛不是也这个样子吗？那现在变成川普搞权，然后他的大儿子就搞钱，有这样子搞法的吗？明目张胆在台面上搞权钱交易耶。好，我接着谈第2点，美国现在反川普的确实越来越多，不是只有加州州长纽森其实已经对川普提告，但是不是只有加州，美国现在有12个州的州长一起告川普。他现在把关税调整，他说用的叫做一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问题是这个法只代表经济进入了紧急状态，但是这个法没有告诉你，连关税都可以让你总统自由调整了。你总统权力没有大到这个程度嘛？这个叫滥权嘛。说实话，明年中期选举，如果众议院的多数换到了民主党这边，川普笃定被弹劾。最后一个我说的是美国的双赤字危机，刚才苑教授讲的非常的对吧？美国有贸易赤字，美元才能被各国所普遍接受，美元霸权才能维持。你不要贸易赤字，你美元的霸权就没有了。好，那至于你能不能吸收制造业回流，当然不能嘛。耶伦都告诉你了，这个是痴人做梦，白日做梦。你要制造业回流，有很多的条件，关税没有这么大的功能。再者，你美国的财政赤字，你的关税提高以后，别人不跟你玩了，你根本连关税都收不到，关税收入是不增反减，反而使财政赤字变得更加严重。那苑教授，你觉得我们真的可能就在眼前可以看到美国霸权的终结吗？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我是天主教大学毕业的，我在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读很多书啊。我们这个在台湾也有天主教大学叫辅仁啊。这个天主教的话呢，本身它是非常有纪律的，它是非常传统的，而且它是一个世界型的宗教啊，很少有人拿宗教开玩笑。你试试看，在台湾这边的话呢，有人敢在这个清真寺里面吃猪肉吗？敢这种事吗？台湾前一阵子的话呢，就是大家就比喻这个赖清德像纳粹一样，马上被告到以色列的代表处去了。
人家马上要举动作的，你都不能够侮辱我们的宗教啊！宗教这个事情最敏感，美国有6000万的天主教徒啊，天主教我必须强调啊，大家要了解，我们开玩笑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拿宗教出气。你怎么可以这么无知呢？方济各他的名声非常好啊，他是那个南美洲的这个教宗啊，然后最近才刚去世，而且这个川普本身他一开始要参加人的丧礼，穿蓝色的西装，吃口香糖，看手机。你要知道啊，那个他老婆梅拉尼亚是斯洛文尼亚人啊，是天主教徒啊，穿的是最端庄的天主教衣服装啊。为什么？因为人家那个场合是一个丧礼的场合，美国人平常都穿拖鞋、穿汗衫的，到了教堂就要穿得很整齐，这是一种起码的尊重。川普这个跟 A 片明星搞在一起被定罪的遮羞费的人，还要假装教宗，这他妈开玩笑！最无耻的、最下流的、最不要脸的人就是这种代表，这个不能又说有精神病啊！而且旁边那一圈拍马屁的人呢、还会制造这种感觉。为什么刚刚还没问到我说美国会不会垮？我跟你讲，别的我不敢讲啊，因为美元的力量非常大啊，美军的力量非常大啊，很多人想做美国梦啊。但是如果你在宗教上来讲的话呢，照美国开刀的话，它内部会引发非常大的反弹。美国今天之所以依赖它的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的这么好的原因，请大家记住啊，是因为原来它有一个宗教的力量作为一个对于欲望上的制衡啊。现在刚刚我们邱委员提到了那个小川普本身来讲，到处敛财的现象，让大家已经注意到美国一点道德都没有。请大家注意啊，美国我们相信美国。如果从小我原来在东海大学毕业，我的英文都是美国人教的。我们相信美国人的原因，相信到什么程度啊？就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头讲 California 跟讲哈利路亚，几乎同意啊。那时候会觉得说美国形象非常好，认识非常好，各方面的话都是非常重要。但是现在美国一旦跟金钱惹上事情，又扯到了宗教，所以一个就是金钱，另外一个宗教的话呢，对，就是内在的侮辱的话，请大家注意，美国现在的话呢，他自己的形象都会毁于一旦的。我跟你讲啊，这个叫典范转移啊，在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开始看觉得是慢慢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美国垮掉的趋势会越来越快。是，现在看起来，川普面临的是内部也好，外在也好，都对他的强力反弹。可是厉将军看起来他好像完全不在乎的样子，继续我行我素啊。对啊，当小朋友买不到玩具的时候，他居然可以将他这架空军1号里面装潢的金碧辉煌哦。其实他不只是在这架飞机上面做这么奢华的装潢，包括现在白宫里面，他还找了一个描金师，就是描绘金子的金色，他将所有的相框全部描绘成金色的。其实如果说你看到的话，你就一个感想了。我有看到那种相片，只有4个字。俗不可耐真的是俗不可耐。你说到处都是金的，代表那种土豪的心态嘛？那当然，这架空军77的这总统的专机，空军1号专机，从这个建造过程，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工业制造业在走落后。因为这架飞机来讲，事实上是川普第一任他当总统的时候，他已经下定了，因为原来那个空军1号专机已经很老旧了，是原来老布希时代用的飞机，已经飞了将近30年了所以必须要有新的飞机。所以在那个时候，川普当然就订了2架飞机，因为他必须要交互替换、保养跟使用。那现在没想到，经过拜登4任总统之后，轮到他认为说是应该，那当年我订的飞机，现在刚好轮到完工，应该我可以做，结果没想到他还是完工不了。所以你就知道，美国从这个波音，他制造一个总统的专机都这么长的时间，甚至于到川普如果卸任之后还做不出来。美国总统的专机有很多条件，你看为什么还是要747？因为第一个，这个飞机一定要洲际飞行，美国总统到全世界各地要跑嘛，所以它最少航程都要将近1万公里以上。第二个，它安全的设计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达到三个引擎以上。那目前来讲，美国大概就波音747是3个引擎，是4颗引擎。因为如果说是万一有一个引擎故障的时候，另外几个引擎还可以飞。那以前我坐军机的时候就碰到过这个那时候老旧的 C119那种飞机来讲，2个引擎就有一个引擎我就看到它停掉没有飞了就只有一个引擎还在转，但是还好了，那时候我们身上都背着降落伞，万一不行的时候我们就掉下去了。但是就是说它是为了安全起见，它要4颗引擎，但是商用飞机如果4颗引擎，你就要花4倍保养引擎的经费跟零附件，所以比较划不来的。那目前来讲的话，你看美国商用飞机大概多做2个引擎，
但是从这个飞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居然这个为总统造个专机，花那么多钱，40亿的美金的预算，居然弄了这么多年还做不出来，必须要让美国总统去租一架人家2手飞机来当总统专机。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在制造业，连他最自豪的航空业都已经走向这个没落了。看起来川普呢还是不管别人的眼光了，一路的走向去满足自己的野心哦。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待会回来。川普啊，是不是真的把贸易当武器了？巴菲特就直接讲说呢，他认为这一波的关税是惹怒75亿人，是75亿人，他说是巨大错误。来听他原话。Trade should not be a weap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ve won. I mean, we have become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country, starting from nothing. 250 years ago, there's nothing been anything like it. And it's a big mistake, in my view, when you have 7.5 billion people that don't like you very well, and you got 300 million that are crowing in some way about how well they've done. And I don't think it's right, and I don't think it's wise. No right, no wise。但是呢，这样子一个讲法，川普接受吗？其实不止他一个人讲哦。美国智库也说了，川普的关税是史上最大的经济政策失误。这是美国很有名的 Peterson 他就直接的指出，2025年初上调的关税会被视为最大失误的原因，是因为你美国平均关税上调10%，那就会呢让它的通膨增加了0.6，或者是明年0.2个百分点。那如果再往上升到20，那就表示会升得更大。你想想看，它标准是10嘛，它一直20、25，甚至我们是加到32嘛，这样往上叠加，你就知道对他们影响有多大了。耶伦也很直白的说，你以为我们买的这一些东西，通通都是成品吗？其实有很多是我们买的那一些，比如说是零组件啊，又或者是半成品，拿到美国去，然后我们再做最后的关键加值。他就讲。所以呢，你这个关税是带来极其不利的后果，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会被拖垮。这一些本来靠做这样生意的本土企业，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就被你川普给玩完了，甚至已经出现了民众不敢花钱的状态。麦当劳在美国一般来说啦，大家都认为是比较便宜的速食店。好，现在呢说连他们的速食都吃不起了，因为麦当劳呢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收入是越来越少，中低的收入群通通都不来了，业绩新冠之后最差。哈雷机车讲销量呢也同比下降24%啊，当然都没钱了，怎么可能还买这么贵的机车，对不对？然后糖果店糖果也不是一定要吃的嘛。Hershey 说呢，他们的公司利润也已经可能会下滑30%。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的信心一直在下降当中，大家被迫什么勒紧裤带，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尽量不要消费，因为你要消费，现在通通变贵。以前呢说还可以从国外买啊，因为$800美以下的包裹不课税嘛，但现在要课税了，所以呢，取消了中国的小额包裹免税之后，等来了就是大涨价。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 Temu 已经直接讲了，说我这些便宜货如果涨价之后去到你那边，我根本没毛利哦，干脆就不出货了。目前在 Temu 里面能买到的都是他们原本的库存，那如果要从中国发货的，直接告诉你现在就是缺货。CNN 说影响最大的叫做低收入家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本来这一些电商便宜的大陆制的东西，其实呢就是这些低收家庭他们在做的以及在买的。好，如果说呢他们现在连这些东西都买不起，想问的是，他们在美国还买得起什么东西？他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呢？圣诞节现在其实就应该要开始来下订单，原因是因为你要制造要出货嘛。可这一波的贸易战有可能会让圣诞树出现圣诞树荒了。美国企业就讲一棵圣诞树，讲的当然就是这种塑胶圣诞树，不是真的木的那一种，有可能会飙到将近10万元，也就是一颗要$3000。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因为很贵，所以大家会觉得我不如自己去买
带货说非常的风行，中国货呢反而因此而卖得越凶，这一些其实就是民间真实的状态。还有一种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是联邦政府嘛，每一个州其实心里面的想法不太一样。比如加州，Newsom 又再一次站出来了，他在中国伸出了双手，讲说我们呢其实自豪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但我们跟现在川普完全认可的都不一样，价值观截然不同。他希望跟中国做生意。他为什么讲出这句话？因为他有洛杉矶港口啊，现在洛杉矶港口说货量少了35%啊，换句话说，码头根本这些工人没饭吃啦，货运业者没饭吃啦，对于加州经济的影响巨大。所以呢，他们强调码头下变得非常安静，掉一根针都听得到这一般的安静。他们就想问，那你到底要这些百姓他怎么生活，怎么活下去？回过头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巴菲特？很多人呢都认为是一个智者，聪明，至少他很懂局势，很会投资。现在他直白的讲说，关税战巨大错误。巴菲特现在也有人去查巴菲特的资金现在放在哪里了啊？他除了买短债之外，那手上的现金是不断增加。一直卖，对不对？不，他没有进场，就一直握着现金。对，就是不进场。年初的那些就抱着，不然就买短债。所以最近股票在涨，大家不要高兴太早啊，因为这个完全是华尔街跟白宫放假消息造成的。因为中美谈判没有进展啊，所以可是华尔街做利多的人就拼命呼应着白宫宣传。对，那等下礼拜你就知道都没有进展。那你大概又要失望了，又要失望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问题啦，就是我觉得经济最怕的是不确定啦。你如果说关税就定了啊，那因为现在有人在顽抗嘛，所以就一直不确定啊。现在并不是说你愿意怎样了，它就定了啊。事实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定了啦，没有，印度也没有定哦，你不要以为定了啊，一直说要了，还没，没有定。印度是26%嘛，所以你去想嘛，比如说有人就会认为说，川普真的能撑那么久吗？所以你对于一些消费的耐久材，你可能就会暂缓购买，除非是绝对必要啦，是，不然比如说你的手机，你有必要现在买吗？当然了，对不对？那美国现在比较麻烦是，我有看过一个统计啊。就美国跟中国大陆买，然后占美国的市场超过50%依赖度的啦，591种产品啊，591项啊，那大概占美国总进口从中国大概2200多亿，那等于是一半哦。对，就中国出口到美国是4400亿嘛，其中有一半是美国市场依赖度超过50%的啊，那。手机是 number one，手机超过80%，那 number two 叫玩具了，那玩具就立刻碰到了6月8号是儿童节，美国的儿童节，所以川普不是在讲吗？说你本来有30个玩具，今年就买3个就好了，2个，他说2个，2个 ，OK 啊，那这个叶银当妈妈很清楚，很在意，所以他就很累啊，这个小孩大概未来1个月就整天这边吵啊。要买玩具啊，然后接下来是8、9月，就要 back to school 嘛，对，所以你很多人会买笔电，3C 产品，那笔电77%，对，来自中国大陆，所以我就不知道你美国怎么办啊，因为我看超过50%，很多就是真的就立刻碰到了啊，那圣诞树大概就是它不大，可是它就是小。它数量不大，可是就那个节庆就非用不可。那你反观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从美国进口啊，那大概占中国大陆进口量超过50%的啦，基本上非常非常少。是，所以这个我们就来讲它的承受力的问题了。对，那美国可不可以迅速从其他市场买到它依赖度极高的产品？基本上非常困难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手机啊、玩具、笔电，你要去哪里买？
你现在怎么可能有货呢？那为什么加州特别痛苦啊？因为加州它那个承受中国的进口占它总进口量的25%，所以它会面临极大的缺货。那我记得排名第2是华盛顿州，那排名也是西岸的21%。那排名第3的是伊利诺。伊利诺，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加州州长会出来叫了，而且加州的 GDP 是很大的啊，是，它进口中国的货品高达 GDP 的12%，很高，大概占美国总进口的1/4。美国总进口是4400亿嘛，加州是1100亿，所以它一定非常有感呐。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团体，因为我们知道上个礼拜美国的参议院做了一个表决嘛，那参议院的共和党有3个造反哦，结果投票出来49-49，那临时把 Jelly Fans 抓回来表决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舒服会逐渐漫开了，就是缺货的压力，东西变贵的压力，那逐渐的会有越来越多人抗议啦，那一定会传递到国会，因为他们明年要改选嘛，是你不可能拖到明年这种事情不可能这样搞了，因为你拖下去，你的经济衰退就开始了啦。这个当然不是说只有美国受创，而是你受创最大，是这种问题。中国大陆也会受创，可是是个别在处理不一样的危机啦。美国是在处理缺货危机，对，那联动大家对衰退的联想，所以又扯到了金融的危机。是，那中国大陆不是，中国大陆扯到的是失业的危机，是，还有一些生产暂停嘛，那些中小企业怎么办？那政府就要提供一些照顾了，大概是这样。就是其实双方面对这一波，大家比的，刚刚亮哥特别强调承受力的问题，谁盯得久？好，可是问题是，来请教一下杨老师了，因为呢，现在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的承受力也想要知道的是，比如说刚刚有很多不同产业嘛，文具90%几，很多东西就是它本来已经成为一个习性了，但现在呢就变成它的剥夺感会不会很重？譬如啦，我本来可以去外面吃一个麦当劳，我现在连吃个麦当劳都不敢。这个其实就有一种预期心理，因为美国人的花钱习惯是花明天的钱。对，他基本上现在美国有一个消费的方式，已经进台湾了，叫 BNPL，Buy Now Pay Later。它不是信用卡，它是金融机构跟你提出来的，你付一部分，比如说25%的现金，然后呢，接下来你分3期还是几期还给银行。美国的消费习惯已经。现在大概有49%的人都用过这个方式 BNPL，而有很多的，尤其是基层的人都在用这个，连买一般的生活用品都是如此。那现在你花明天的钱，问题是我都不知道明天我还会不会有工作了，我不知道明天东西会变得多贵，我当然就不花，我就不消费嘛。这个整个现在美国的基层已经因为预期心理担心接下来。整个关税的冲击造成美国经济的影响，所以你才会看到更快的会出现架上没货，东西变贵，然后呢冲击整个美国的市场。我们现在看到它还失业率为到4.2%，那是因为其实有很多非法移民不敢去上班了，或者被抓了，所以你现在在美国找工作其实很容易，但你要不要找低薪的工作？同时巴菲特有一段话。美国的媒体到现在才陆续登出来，刚开始不敢登。巴菲特说什么？巴菲特说：“我现在对美元失去信心了，我为什么要去投资那个面临崩盘？”他自己讲 "Go to hell"， 下地狱。我们翻面临崩盘的美元。美国的财政政策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它的制定方式跟所有的动机。都是为了做更多可能用钱惹麻烦的事情，而这不限于美国，而是全世界。他这么严肃的在批判川普的关税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因为他都要离开了，他要接这个交棒了，所以他现在讲的话已经完全毫无忌讳。
可是你看到美国的媒体只讲他批判关税的那一块，那我看到从日本到印度的媒体开始把他那一块另外一段话讲出来，美国的媒体在差不多几个小时之前才开始在登。巴菲特这是很严肃的讲话哟。然后各位，我再帮各位整理一下哈，你知道在今年2月4号之前，也就是川普开始对所谓的就是钢铝汽车跟这个芬太尼加税之前，美国其实从2次大战结束到现在，它的平均的进口关税是2.5%，2.5%。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对中国大陆维持大概在145%，然后对全世界至少10%，有的20%，已经超过30%了，是现在2月以前的10倍以上。而就算他把未来关税降到跟中国50%，全世界10%，各位，全世界10%这是基准的。我们中华经济研究院还说，我们台湾希望能够得到15%的梦想，那也会至少27%。所以未来啊，我们怎么去看美国的降关税？它现在的这个方式都会造成全世界跟美国的贸易会越降越低，而所谓的供应链去美国，怎么可能？只有像这样台积电整个端去才有可能，因为它变成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一个很贵的存在。然后呢，东西又卖不出来，所以他现在又要用汇率的方式啊，要求各国的货币要升值。我们台湾台币呢，星期五涨了多少？将近1块钱，吓死一堆人。你会觉得去日本便宜啊？你错了，日本也在这个维持它的货币，同时呢，所有的出口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现在如果出口是至少15-20%到美国去，然后呢，因为美国占我们去年是25%的出口的份额，然后呢，你再加上汇率，传产不要玩了。你现在只有什么方式？你就两岸的贸易要掌握住，但是你看到赖清德现在把两岸又定位为一个要切割的，所以你才会看到陆委会说出来，我们对大陆投资在减少。完全不了解业者的生态，谁现在还敢去经济部投审会去申请对大陆投资啊？都不是再透过台湾的大陆的子公司，要不然透过海外公司。所以政府要务实，要救台湾企业。其实就美国来说了，他们的企业也想问说，政府能不能救他们啊？原因是因为它只要10% 的关税，现在就怎么样，就会通膨，在今年可能是0.6个百分点，明年可能是0.2个百分点。叶伦也直接点出来了，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些是贸易商他进口半成品，然后我们加值之后再出口，我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多人也快活不下去。但他们开会完之后，跟川普政府讲，川普政府直接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要帮忙你。来请教一下周老师。其实，川普政府不单单这个关税伤害到了美国的消费者，伤害到美国的企业，而且也伤害到美国政府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这个研究他认为说，当关税升到10%的时候，就加了10%的时候，美国可以增加大概1575亿的这个收入但是呢，如果你的这个关税持续的上涨的话，它事实上的收入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政府可以从家户、可以从企业得到的这个税收会大幅的缩水因为家户跟企业的这个收入都下降了，被通膨给吃掉了，同时他们可能会有失业的情况，那或者是这个营收短缺的现象，所以整体来说，它关税加的越多，它所能够得到的这个政府的利润呢，政府的收益呢，其实越少，那因此呢，它就越不可能够推动它的减税，这个恐怕是它对于他的这个选民来说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不只是现在已经看到的这个通货膨胀也好，或者是企业营收短缺的问题，还有大家一直过去支持川普那些人，期待川普减税的这些人，大概也要落空，因为他没有这个空间去减税。当然，现在有些人去把这个欧洲跟美国做一个比较发现到结果川普不是使美国更加伟大，是使欧洲更加伟大。为什么呢？因为两个地方的这个通货膨胀一比欧洲的通货膨胀会大幅的萎缩，而
美国的通货膨胀会大幅的成长。为什么欧洲的通货膨胀会大幅萎缩呢？第一个，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些廉价商品本来要到美国去的，现在没办法去，所以转到其他地方去，很多会进入欧洲。所以因为大陆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呢，它会使得欧洲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货品呢更加的便宜。第二个，欧元的上升，从4月这个宣布对等关税以后，欧元相对于美元已经上升了4%。为什么呢？因为美元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美国经济是不稳定的，会有很多的变数，所以呢，大家不看好美元，因此呢，很多人投资到其他的货币。全世界第一大的储备货币就是美元，第二大就是欧元。所以当美元下来的时候，欧元一定会吸收最多的这个投资者。所以第二个是货币上来，第三个就是能源的价格下降，因为大家认为说今年的经济看坏嘛。所以使用能源的这个比例使用能源的这个量会下降，那能源使用量下降，能源价格就下降。所以欧洲原来是一个靠依赖能源进口的地区，现在它因为能源价格下降，所以它的通货膨胀也会减少了。当然，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消费者的信心。所以这些情况都会使得欧洲的这个通货膨胀呢，整体来讲会受到很大的控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欧洲面临经济上的这个一些困境，或者他认为他需要去刺激经济，他就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做什么呢？可以降息。而美国相对来说，因为它通货膨胀节节升高，所以美国的这个联准会反而越来越难以降息。换句话说，原来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所提出的承诺要减税，原来川普在竞选过程，包括他现在就任之后，一直希望联准会去降息，现在看起来就这个经济基本面看起来都越来越难以实现。我想这个才是对川普来说最大的一个后坐力了。就是川普第一任之后，为什么大家看起来他很多一系列的这种言行，觉得大家应该会受不了他。为什么他会连任？他会再次回到白宫？因为大家觉得他说到做到啊，他说什么他就会做什么。但是现在对于他的经济政策来说，最核心的两个，一个叫减税，一个叫做什么呢？这个降息。现在看起来，在他治下，到目前为止，这个可能性越来越低。所以我觉得伤害的不仅是说美国的经济、美国的企业、美国的这个消费者，而且还有川普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他的这个名望，他的这种支持度，我认为会持续的下滑。如果这种关税所带来的伤害没有办法及时的扭转的话，我认为这个会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确实哈，因为现在呢，对于美方来说，大家想问的就是，到底你谈好了没有？因为美方呢，某种程度上面跟中方的这一些对话，他也认为是他这一波关税战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好，可是川普先前一再的强调，他要自己跟习近平说，其他人包括贝森特他们讲说，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谈哦。好啦，结果现在南华早报报道说，其实呢，现在美中之间有想要派的是特使，原因是因为对中方而言，他们觉得直接对话风险太大，所以想要用特使来展开对话，包括王毅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选项？但是呢，说美国不认为王毅是合适的人，他们想要谁？他们想要蔡奇，原因是因为觉得他才是习近平实际的幕僚长，他跟王毅的关系更加他跟这个习近平的关系更加贴切。其实呢，现在美国对中已经开始一波波了。说一波波的原因是因为在关税拿不下的时候呢，现在开始想的是什么？把它从华尔街拿下来，说包括了阿里、百度25家大陆企业都有在美国上市，有可能就要把它列成黑名单。原因是什么？原因直接讲说呢，它涉嫌跟中国军方有连结，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讲到了国家安全，其实大家现在认为啦，最不安全的不就是你们内部有人在泄密吗？甚至还拉错群、拉错框吗 ？Hexas 在目前为止还留在位上，可是传出他最新一个动作是开除了14个国防委员。这里面呢比较特别的是，里面有很多都是反中鹰派。这一些人通通走了之后，大家会讲，所以现在这个反中反华已经开始不流行，不是主流了吗？可是问题是，对于川普来说，他现在到底想做什么？因为呢，也被大家发现 CIA 还有 NSA， 也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局大幅裁员，一裁是好几千人，大家就担心这一些人通通离职，你不担心被敌人被叫去
作为他所用吗？结果 CIA 告诉你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离职？因为他们在内部调整啦，这个叫做战略的一部分。反正现在呢，反中还是主轴的。毕竟啦，在 NASA 他们虽然被砍了1850亿的预算，好，可是他们的新目标还是要击败中国，登陆火星。现在太空世界当中，确实中方跑得比较快。我们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把它给打倒，然后我们要比它更快的登上火星。可是啊，目前真的已经到月球上面取得月壤的是中方。好，所以中方先前呢让很多国家来，让你们来申请有没有要借月壤。结果呢，现在传出美国有科学家借到了，是学校借到的。可是这家学校呢，他们先前也有跟 NASA 来申请资金，但是为什么？因为沃尔夫条款就是呢，不能跟中国在太空当中领域合作，这个太空封杀令。所以现在呢，他想要做相关的研究，他还不能用 NASA 的资金来研究。大家就在讲这一切的一切。后来有没有可能会因为美国自己也想要击飞的途径，双方能够合作？看起来很难呐，因为川普是什么？就是咱不高最不牢呐。比如说呢，哈佛现在呢，就是因为他们先前有这个反犹太人嘛，那现在呢，川普就说就是要你取消免税地位啦，取消你这些补贴啦，你就是必须要道歉，逼得哈佛内部，比如说化学系的前主任，现在呢反而到大陆去加入清华大学，因为他看不惯川普，所以呢，他现在离开了哈佛大学。这一些大家都想问，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美国太空、美国科技的发展？它的那 MAGA 会不会变成了是不可能达到的境界？比如说，现在美国引以为业的科技业，他们就特别强调了，说关税战已经让他们蒙受损失，他想要的黄金时代现在可能是一个梦。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黄仁勋这几天也一再的讲，华为离他非常非常近，现在呢跟他一步之遥哦，所以如果说美国再继续封锁的话，反而会变成内部的一个所谓川建国的驱动力。再加上中方现在已经继稀土了，1个月下来让价格飙了有3倍之多，而且呢，它主要关键就是包括了电池啦、太阳能啦，或者是你这些非常精密的军工业，通通都要用到。那日本这里呢，他们就有讲到，如果再进下去的话，电动车有可能因此停产。所以专家直接告诉你，中方呢，它确实有一些关键的原料，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确实不可替代。你一直要跟他打关税战，你要跟他死硬到底，最后有可能反噬的是你自己的经济。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南华早报的讲法，说呢，他们内部了解美国倾向川普直接谈，不然的话找蔡奇来。我这个早就传出来了啦，就是他不要透过下面的幕僚嘛，比如说商务部长、财政部长、外长，这样一路往上。问题是中国不信任川普啊，对，因为2017年海湖山庄，习近平、川普他们也觉得他们谈得不错啊，那个时候主要的焦点是朝鲜半岛嘛，那中国跟美国都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嘛，所以谈得不错。虽然中间有一个插曲嘛，就川普说：“哎呀，我刚对叙利亚射了什么59枚战斧飞弹啊，可是基本上谈得不错。可是2018年贸易战就来了。我认为这件事让习近平耿耿于怀了。是，就是这个是这个两大强国互动的模式嘛，就这里还谈得不错，好像即将有比较好的进展。那结果你就180度，然后后来贸易战双方又谈了嘛，那第一阶段的协议不是出来了吗？是，那中国也愿意执行啊，就是总共大概要买2000亿的产品嘛，对，那也开始买了，那科技战就来了，就停了。然后美国就说，科技战跟贸易战无关，对，分开处理。贸易战跟朝鲜半岛无关啊，对，我觉得中国不吃这一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麻烦所在了，因为过去的经验就证明，中美的关系事实上是很多议题嘛，所以你要谈什么可以现在谈朝鲜半岛，接下来又打你贸易战，
接下来要打你科技战，那我跟你就没完没了嘛。所以中国大陆的态度当然就是先让各个专业部门，然后陆续有谈有进展，逐渐有白纸黑字啊，不然你川普一句话任性一下又全没了。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无解的啦。中国大陆不可能派蔡奇去啦，不可能啦啊，因为川普目前全世界，我认为没有任何人信任他啦。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那你去看别的国家嘛，别的国家也不是川普直接下来谈啊。对不对？印度、日本、韩国，有啊，日本他自己跑出来了嘛？他自己跑出来是因为没有任何进度嘛，所以他就要把他的要求丢出来。结果我后来美国对于那个汽车跟钢铝的关税也没有让步啊，没有，所以日本现在其实也相当不愉快啦。所以为什么财政部长会出来讲一些硬话嘛？对，说不惜用美债来当做筹码之类的哈。所以我认为是毫无进展。那你自己又不懂，你又不放手给专业的人来谈，那就是僵在这里嘛。实际上不是只有中国僵住了，其他地方事实上也没有进展，尤其是对等关税的部分，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得到任何承诺说要调降。你刚刚讲到台湾的部分，说有机会调回15到20，那也是用猜的啦，那我们经济部的官员猜的啦。到现在没有任何进度。那请教一下杨老师怎么看？我也认为蔡奇绝对不可能负责任何这方面的谈判，也不可能到美国去。我觉得王毅都不可能，因为他不是负责这方面的事情，一定还是何立峰、王文涛，甚至我觉得刚开始派王文涛，其实都比日本派遣那个赤泽亮正规格要高啊。因为赤泽亮正他不是一军啊，他是2军，他叫经济再生大臣，他就是我们台湾叫做政务委员，他没有自己的这个部会，他不是财政，不是经济的大臣，所以他用这种方式，你看谈了2次，结果回来草回来，然后呢，财政大臣还负责还说，我们有这个美债可以作为筹码，所以美日这个谈判基本上谈崩了，而且没有进展。只有据说我们台湾的郑丽君说谈成了，我们还是什么4人，这个叫 First Four， 哇 F4， 我们是 F4好高兴哦。结果回来第2天台币升值1块钱，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现在接下来全世界在看3个国家跟美国的谈判。第一个下个礼拜开始展开的加拿大。卡尼上来了，对。可是卡尼，你看刚选胜，他这种反川的立场得到人民的支持，你觉得他会怎么谈？接下来看日本第3波的这个谈判，我看了日本的这个民调，2万多人民调里面70%认为川普的关税不合理。然后呢，接下来最重要第3个就看中国怎么谈。所以我是觉得会有谈判的空间，那个前提一定要美国自己本身要降，要豁免。然后呢，要暂停，然后大家再可能务实的来接触。Charles Lieber 这位哈佛大学的这个化学家，他是非常知名，他这个院士的头衔就有5个，各种各样的奖。结果2020年的时候，他被美国的调查局这个起诉，说他隐瞒参与到中国的千人计划，然后有一些资金其实这个薪资的收入。但这个对美国的知名的学者，这个很普遍的事情。那时候有一批人都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华裔的学者。那这个 Charles Lieber 他是纯粹的白人，美国在材料化学上面最高威望的人，结果他被起诉，还被判刑，缓刑，2年，然后被罚了5万美元。所以他23年退休了之后呢，他就说我要到中国去。所以现在在这个清华大学深圳的国际生研究院。给他的全职。那事实上，同时各位知道吗？韩国有2位半导体学者被湖北工业大学找去这个全职，所以现在中国等于是全世界的，就是不只是华裔学者的反中潮了，他也在全世界去挖角，而且帮他成立研究室、研究计划、研究团队。我
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一个对比之下越来越清楚，接下来在制造业、在科技发展上，中美两边的差异性。是，请教一下左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现在大陆方面已经向美国试探讯号，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公安部长王小洪去美国访问。那这个当然是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了，就是说因为芬太尼是川普这个对大陆提出这个贸易制裁的一个借口、一个说法、一个理由。那么不管如何呢，大陆现在也就从这边开始希望找到双方可以重启谈判的另外一条管道。那当然，王小洪如果顺利成行的话，当然就可以有效的，等于也让川普有一个台阶下，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先把他已经升高的这些关税呢，按照大陆所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呢，就先降一些。所以当然就是王小洪会不会启程，最后谈判的结果如何，我觉得还是值得观察的。到底能够谈成什么，现在不知道，因为其实大陆在这个贸易战之前，他也很慎重的在人民网上有一长篇大陆怎么去所谓这个管制这些所谓芬太尼的前体物质就是可以制造芬太尼的这些物质，但看起来显然美国对大陆方面的做法是不满意。所以双方有没有可能通过高层的互动，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先寻求突破？我觉得是第一个观察点，因为现在双方都希望找台阶下，都需要找台阶下。大陆受伤很重，美国受伤也很重，两边都受伤很重，两边的这个民众都受害。所以说，当然双方都希望找到台阶下，因此我认为谈判还是非常可能的，只是说会从哪个方面先开始那看起来我认为王毅去谈的可能性的确也不是那么高，因为毕竟他对这个经济议题的这个掌握他不是业管单位，他本身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实质的一些承诺所以何立峰的可能性的确是最高的。也有人观察到说何立峰现在会见这个外国访客不管是官员也好，企业也好，次数越来越多。2023年是这个45次，2024年60次，所以大家觉得说，他看起来好像可以做一些决定而且他就是业管这个事务，所以大概最有可能的还是他。那当然回来讲，就是川普内部其实不只是关税战的问题，现在大家美国社会都很紧张的事情就是这个所谓的免税的地位，因为哈佛大学的免税地位要被撤销，川普政府是威胁说要取消。其实不只是哈佛大学，从哈佛大学这件事情以后，这个美国的这个税务单位IRS 现在开始检讨所有享有所谓免税地位的这些非营利组织，他们发现到这一块的这个税务的漏洞，税务的这个空缺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税基所以这个大概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做什么？就是裁员现在不只是说情报人员，还有很多像什么，现在马上要裁的就是什么公共广播公司像这个很多人会听的这个public radio 可能就会裁掉那或者是公共电视，这些其实都是川普下一步要做的。所以虽然贸易战已经是焦头烂额，不过呢，川普革命不会就此而止，他内部会继续延烧。